尊敬的面粉们好，今天你们赚钱了吗？哎嘿嘿嘿，各位，4天没有见，想我了没有？在没有面具人节目指明方向的日子里，你们自己能赚钱吗？你们也看到了我身上的这种白色的不明液体的痕迹啊，是我给鹦鹉喂奶的时候留下的。当然不是我自己的奶啊，是鹦鹉专用的配方奶粉，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淫秽液体啊。好，来说正题啊，不开玩笑了。我这几天没做节目的主要原因呢，是因为这几天赚大钱了。细算下来应该是有200多万吧。你们也都知道，面具人之前在我的油管节目里面秀过我有2000多个 AVAX 嘛。不仅如此，我前几天就在美联储加息的那一天啊，我在油管社区里面还给你们说过了，我要梭哈 WAVES， 对不对？包括 CRO 还有其他的币我都买了很多，所以呢这几天这些币都暴涨了，那我就赚钱了嘛。因为赚钱了，所以我就懒得做视频了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儿，那就是我这几天在准备一些事情，那这个我等会儿再说，在节目最后我给你们揭晓啊。哎呀，这几天整个加密货币市场都在大涨啊，当然了，除了某些被淘汰的那种项目币，比如说 Cake 呀、乱七八糟之类的，我之前也警告过你们，这种被淘汰的项目、过时的项目，你就千万不要投。这段时间只买链币，而且链币的上升空间也是非常大的。听到我这个建议赚到钱的，请留言打1啊。那这几天加密货币、以太坊、比特币都在暴涨，尤其是比特币涨到了4万5以上，这也让面具人的预言成为了现实。我之前多次在节目中强调过，让大家乐观对待加密货币市场。虽然说美联储加息了，但是加息你别怕，庄家要的就是反人性，并且呢，这一次的加息距离下一次的议息会议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间隔，那这种时间间隔也给足了庄家们操作拉盘然后割韭菜的时间。大家都觉得加息会跌的时候，它肯定是涨的，没问题，你们去买了就涨。好。各位观众，有订阅我频道、打开了点赞、订阅小铃铛的，及时的收看到了面具人节目的观众朋友们，应该都赚到钱了吧？来，各位观众，看我节目赚到钱的，请留言打1，给我做个证。也算是作为面具人带大家都赚到钱的一个回馈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也是你们心里都在想的问题啊，那就是既然加密货币市场都涨成了这个样子了，接下来我们该如何操作呢？现在买入是否有追高的风险呢？你们别急，节目最后我会给大家揭晓接下来的操作思路以及新的财富密码。那至于面具人对市场的理解预判准不准，我先来给大家说一说最近面具人已经实现的预言啊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上视频上干货，证据给到你。那至于面具人对市场的理解和预判究竟准不准，先来给大家说一说面具人最近已经实现的预言啊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看视频，证据给到你。3月16日，比特币在节目播出时的价格为39500U，比特币近期就会突破4万5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事态的发展，是不是面具人我说的这样啊？比特币最高突破了4万8。3月14号，面具人提到买入 Waves 时的价格是 25.6U。16号前后啊，我觉得14号、15号、16号，像 AVAX、ATOM、WAVES 都可以买一些。现在最高涨到了 51.7U， 雪崩也不例外。面具人预判雪崩最低会跌到69以下。短短10几天时间，雪崩今天最高冲到了 96U。3月23号，让大家买入 CRO 时的价格接近 0.42。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们谜底了 ，CRO。今天最高涨到了 0.5， 牛不牛逼？看完了吧，各位，究竟准不准？证据已经给到你了啊！面具人说比特币上4万5，结果呢，1周之后比特币就真的上4万5了，现在呢4万8都有了。当然了。面具人每期在节目末尾给出的财富密码都强调让你们买的 AVAX、WAVES、以太坊，还有前几天重点介绍的 CRO 呀，这个 CRO 直接涨了30%，现在都 0.5了。那我让会员买入的时候是 0.39 左右啊。
那前几天0.4的时候，我还做节目，依然有让你们继续买入啊，包括了我的台湾美女主播也做了 CRO 的专题节目，告诉了你们买 CRO 的好处了，是不是？你们为啥就是不走心呢？为啥就是不买呢？为什么呢？买了你就能赚钱，你为什么不买呢？然后呢，你看还有 ATOM 也涨了，Luna 已经破100了。面具人这几天说的哪个公链币没有涨？而且呢，我给出你们的时机对不对？我说了加息你别怕，加息了你就买，买了你就能赚钱啊！有些人别给我废话，什么按照斐波那契线呀，这个画画那个笔顺的，按照技术流画画的指标画下来看，哎，这几天就是应该涨的。喂，大哥，有本事你像面具人我这样涨之前说，涨之前说，听懂没？别他妈的跟提神一样，天天画马后炮线，再给你说反指标，你倒是画你妈呢！涨之前你给我画一个，来，涨之前你给我画一个，你画个线让它涨嘛，别涨了以后你说，哎，我画这个线它就能涨，我画那个线它就是头顶形态，听懂了没？现在你们明白了市场分析、心理预判的重要性了吧？面具人我不画线啊，我只是告诉你们市场心理、做生意的心理预判，听懂了没？那你们现在应该能明白，看我的节目，打开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是多么的重要了吧？不但能让你找到商机、赚到钱，还能让你看清国际政治局势。各位呀，看懂政治是能够决定你的前途命运的。当然了，能加会员更好啊，因为你是我的会员，就能够最及时的收到我的操作消息、操作思路。那顺便把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并且附上你的狐狸钱包的地址，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。中奖人数依然是10名，真金白银的10名的中奖人数啊，10个人。啊，不是那个实名制的实名啊，10个人，听懂了没？多多转发，机会多多。好，我刚才说到了看清政治局势的问题，那面具人我就想再强调一下啊，政治和你的钱包的关系是0和1的关系。你如果看不懂政治，你赚再多的钱也是0。就像前几天有个人在我的会员群里面怼我他是会员，当然了，我的会员群有言论自由啊。面具人的会员容纳了各种各样的颜色，有红的、蓝的、绿的、黄的啊。虽然说我不喜欢共产党，但是你可以在我的群里面说共产党好。那至于为什么好，你得给出理由。我当时说，共产党借着疫情不让这些散户商户们开门，憋死了很多小商小贩、小商户以后，这样共产党就方便他自己推出自己的供销社。他自己把这些小商贩的生意给占领。那这些共产党的政策我之前都已经说过啊，什么全国巡回的这个检测呀、隔离呀之类的巴拉巴拉的，他就是不让你过得好，然后以此呢再推进什么监控呀、什么门磁呀、不让你出门之类的各种各样的政策啊。2、3年之前我都已经预测过了，具体的来说应该是2年半之前啊。我说这些政策的时候，这位挺共的同志就说了，他周围没有看见不让开门的商家，他还觉得共产党的政策好得很，共产党让物价没有涨得那么快。那这就是面具人我说的，很多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刀只要不砍到他自己的头上，那就无所谓啊。别人关门了我看不见，别人是死是活了和我没关系，对吧？反正我没被关门就行了。面具人我想说，其实人人自私，人人冷漠，最终的结果就是社会整体性的堕落、互害。人做生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服务他人而顺带赚点钱，人做生意的目的就是只要能害人，能让我赚到钱，那我就去害人。当官的也是一样，害人能让我赚到钱，那我就去害人。为了赚钱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没有任何底线啊。那至于你死不死，你活不活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其实现在在中国做坏人、害人才能赚到钱是非常可悲的，而且更可悲的是什么啊？来，你们试一下，在周围的朋友聊天扯皮蛋的时候啊，你在中国说谁是老实人，就相当于骂谁是傻逼是一样的啊。我再这么告诉你啊，你在中国开店，但是你不懂共产党是咋想的，你看不懂社会政治局势，那么疫情来了，
公司关门，店关门，可是房租照收，直接就能把你逼死了。这一下会让很多人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的。你们去想想，好多开店做生意的人，他的钱都是借的。现在呢，这生意被逼死了，然后呢，还欠了几十万的外债，欠了信用卡，欠了商贷，欠了房贷，欠了车贷。然后呢，赚钱的生意又没了，房租还要继续被逼着收，被人家房东催租金。你说他这辈子大概率是不是就完蛋了，翻不了身了？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，你自己想一想啊，比如你辛辛苦苦的炒币，冒着很巨大的风险赚了几十万的优，然后呢，你不赶紧出国，不转移资产，还在国内天天吹牛逼，说共产党好，拥护共产党，然后呢，被你的朋友给举报了，说你炒币，说你搞非法金融，搞虚拟金融，然后呢，警察就把你的几十万的优给没收了，你的钱没了，你说你是不是这辈子就完蛋了？国家说了不让你炒币，你还敢炒？我再举个例子，比如你买的房子，辛辛苦苦的还完房贷了，然后呢，70年到了，没了，那没了就没了嘛。至于没了以后出什么样的政策，70年以后再说。到那个时候，倒霉的是你的孩子嘛，反正你也活不了70几年啊，你也活不了100多岁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们想想，这些事情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，是不是我说的0和1的关系？你有钱咋了嘛？你赚再多钱能咋嘛？说没就没。共产党说把你的钱变成数字人民币，或者是把你查了，把你封了，把你罚了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党管一切，所有人都要明白，党管一切，党说的算啊！这是百度、新浪，包括微博，天天都在宣传的，坚决服从党的领导，党管一切，对不对？党说的算。你要能看明白这些政治套路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看明白了这些政治套路了以后，你就可以避免损失，避免被搞得这辈子都翻不了身儿？其实国际政治是一样的，我们仔细看啊，俄乌冲突从刚开始大家都说俄罗斯完犊子了，俄罗斯死球了啊，尤其是那些反共的人啊，那些被洗脑成绿傻逼的人啊，你们仔细看一看啊，到现在多少人被打脸？那帮韭菜还天天在网上支持这个支持那个呢，哎，你连吃个8块钱的方便面你都心疼，你支持个谁呀？啊，谁需要你支持呀？谁需要你支持他连个8块钱的方便面都吃不起吗？啊，天天支持来支持去，就是看不明白背后的逻辑。我告诉你，俄罗斯掌握了世界几乎半数的能源，包括军工产业。你们要知道，做生意肯定是卖家说的算呀，尤其是手里面有硬货的，比如石油、天然气、粮食、武器，那这些东西的价值是比钱高的，钱的重要性是远低于这些硬货的。所以呢，你们就可以想象了，说什么制裁俄罗斯的金融，制裁俄罗斯的那个这个，你们想想，级别低的怎么可能制裁级别高的呢？人家说不卖你就不卖你啊，人不给你东西你就饿死，人不给你能源你就开不了门，对吧？人家不卖你，大不了人家少赚点钱，而你不买能源你就完蛋了，你就全国瘫痪了啊！人不卖你粮食你就饿死了，人不帮你打仗不卖你武器你也就被干死了啊！最终呢，谁怕谁，谁制裁谁。所以呢，你们看印度、土耳其、白俄罗斯、沙特，人家都不制裁俄罗斯，为啥？因为涉及到了自身利益了呗。更何况你的金融体系也制裁不到人家俄罗斯。你说你用 SWIFT 制裁俄罗斯，但是 SWIFT 是欧美体系，俄罗斯现在说了，你想用 SWIFT 买我的东西我都不卖，我不卖，谁要买我的东西必须用卢布来买。哎，那这一下欧美是不是就傻眼了？尤其是那些等着能源急用的国家。 SWIFT 它只是一个支付体系，银行体系，但是呢我可以不用你这种支付方式呀，就像你可以用银行转账、微信转账啊，支付宝支付，你也可以用加密货币支付，对不对啊？说到加密货币了，那美国还想用交易所制裁俄罗斯，我告诉你不行。之前也说过，俄罗斯人家有自己的公链，甚至有自己的交易所，尤其是你看这节奏一下就带起来了 ，WAVES 这几天还翻倍了。我告诉你，利益啊，它都是永恒的。如果说哪个币涨了，大家都会去追那个币，为啥？因为能赚钱。所以呢，你还在谈什么信仰呀？支持这个，支持那个啊，死抱到底啊，支持谁干谁，有个屁用！你有钱了，你想干谁就干谁，听懂了没？
所以说那些个什么反共傻屌呀，还有那些小粉红，他们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愚民政策下的可悲韭菜，他们永远无法抓住社会机遇。他们如果说能抓住的话，他们就不是高信仰的韭菜，任人宰割了。韭菜一定是要具备高信仰的属性的，高信仰的人他一定是韭菜。好了，来说正题啊，那就是你们最关心的怎么赚钱。目前呢，整体市场都在回暖，面具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是时候了。很多真正的牛逼项目就会开始启动了，因为牛市嘛，对吧？牛市大家都想趁热过来捞一波赚点钱。你们要知道，面具人为啥总能看准项目不？为啥？因为我是名人呀，我的信息渠道和你们不一样呀。包括那些什么币安呐、火币呀、欧易的交易所的项目经理，都要敬我面具人3分的。各位，你们来看图，你们看到没？每天都有很多项目方，多的时候一天甚至有几十个项目方来找我。那这些项目想要找我推广的话，我要啥信息他们都会给我的。那这样算下来，一个月几百个项目，你说我能不知道里面的内幕吗？我能不知道哪个项目好，哪个项目坏，他们哪个项目想干什么，想咋吗？现在市场正在回暖，万物复苏，正是交配的季节啊，不是项目开始活跃的季节了。大家还记得 AXS 吗 ？AXS 吗？嘿嘿，在经历了去年519的暴跌的之后的2个月以后，7月比特币开始回暖，然后呢就出来了一个 NFT 游戏的龙头项目 AXS 就一直爆发，爆，2个月时间、3个月时间涨了50-60倍，对不对？你们看到这些图没？是不是历史是不是有点类似呢？今年的比特币在经历了12月、1月的暴跌以后，然后呢就慢慢的盘整，慢慢的回暖。现在比特币又开始突破性的回暖了，那各位，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？上一次比特币暴跌突破性的回暖了以后，出来了一个 AXS 龙头，那这一次比特币暴跌突破性的回暖了以后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某些龙头项目即将喷射了？就像去年的 AXS 一样。不过呢，面具人，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们啊，今年会有很多更牛逼的新概念，更厉害的商业模式，完全把去年的那些老项目全部给淘汰掉，扔进垃圾堆。是时候了，面具人让大家龟缩了几个月的练币了，不过现在有可能时机已到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就像我前几天说比特币会上4万5一样啊，接下来的这些项目究竟有多牛逼，我们走着瞧。过几天甚至过半个月、1个月以后啊，我还会剪辑一个我的预言实现的一个小短片给你们看啊。我可不像提神那样，昨天说跌了，今天涨了，他说他昨天说的涨。面具人，我说对说错的话都在那儿，包括我说这个加息嘛，加息我没说对嘛，但是呢我说你们不要悲观，加息了你别怕，买了就能涨。如果你想要更及时的跟上我的操作，参加今年的革新性的项目的早期入场机会，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OK， 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